所以历史的遗憾到底是什么？是精忠报国，一心收复山河，却破不了奸臣谗言，终究含冤而亡的岳飞，还是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，因一道假圣旨而丧命的扶苏？所以今天我将为大家盘点10位结局最让人意难平的历史人物。第一，秦始皇，他是中国第一位皇帝，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。他一生的功绩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先是灭6国，一统天下，后是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，每一项功绩都可以彪炳千古。但到了晚年，秦始皇因痴迷求贤长生，苛政虐民，扼杀民智，动摇了秦朝统治的根基。最终秦始皇在东巡途中驾崩于邢台沙丘，人人指责他是暴君，可他却没除过功臣；人人说他贪图美色，可他却没立过皇后。没有他，中国将不在华夏，华夏亦不再是中国。第二，王阳明，明朝第一人，被后人尊称为心学祖师，是一位历史上少有的集大成者。他的存在直接让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质的提升，也让我们现在能够感受更多经典哲学以及儒学思想。王阳明一生忧国忧民，为天下社稷着想，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世界。虽然当时没有成功，但后来的结果却证明他还是做到了自己所想。只可惜对于他自己而言，一生为那些哲学思想奋斗，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，在生活方面似乎欠缺了态度，最终落下一身疾病，以至于当时年仅57岁。第三，潘金莲，她本是一位贤妻良母，老公武大郎姓武名直，还是一位七品县令，两人一直都很恩爱，先后还生下4个儿子。然而直到武大郎的好友黄唐出现，为了报复他，便大肆传播武大郎妻子潘金莲的私情。随着这事件传开，武大郎清官的形象也从此毁于一旦，就连他的老婆潘金莲名声也遭受玷污及耻辱。而作为明代民间文学家的施耐庵，听到此事件后，便将其加工写入了《水浒传》，而这本书也让潘金莲遗臭万年。第四，扶苏，秦始皇长子，他为人宽仁，有政治远见，曾直言劝谏父亲，可这一举动却触怒了秦始皇，随后便将扶苏派到了大将蒙恬的身边，协助他修筑长城，抵御匈奴。而秦始皇在临终前还命赵高写遗诏给扶苏，让扶苏继承帝位。可谁知赵高与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篡改秦始皇的遗诏，立胡亥为太子，同时伪造一封遗诏赐给扶苏，命令他自刎。就这样，大秦失去了一位温和的君王，世间失去了一位如玉少年，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。第五，兰陵王，北齐战神，中国4大美男子之一，本名高长恭。他不仅容貌俊美，性格温良敦厚，更是一位勇猛无畏的将领。在一场战役中，高长恭成功为金庸城解围，挽救了北齐的危局，这才受到许多士兵的赞扬，从此威名大振。而北齐皇帝还为此创作了歌颂兰陵王的舞乐，即后来知名的《兰陵王入阵曲》。但令人感到惋惜的是，战场上没能要了他的命，可君王的猜忌毁了他。高长恭为国转战沙场，最终落得的毒酒了却余生。第六，岳飞，此乃南宋抗金名将，民族英雄。他先后参与指挥了数百次大小战斗，在金军攻打江南时，岳飞独树一帜，坚决主张抗金。然而在宋金议和的过程中，岳飞却遭受秦桧等人陷害，被打入大牢，最终又被秦桧以莫须有罪名处以斩刑。可惜一生践行尽忠报国的精神，最终却含冤而亡。第七，诸葛亮，既有惊天伟地之才能，又有忠贞不二的德行，更有鞠躬尽瘁的态度，是中国历史上智慧、忠义、尽职的典范。诸葛亮虽然有3分天下的谋略，但一场大雨却浇灭了他的梦想，更浇灭了蜀汉的希望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却依旧溜出祁山，最终累倒在5丈原，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第八，霍去病，他是西汉著名的将领，18岁被汉武帝任命为飘摇校尉，2次攻冠全军，出战封侯。19岁升任骠骑将军，指挥2次河西之战，歼灭何昭降河西匈奴近10万人，这也是华夏政权第一次占领河西走廊，从此丝绸之路得以开辟。21岁统帅3军，纵横漠北，成为后世武将一生都难以企及的标杆。只可惜天妒英才，这位天才少年在24岁时溘然已过，至此也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遗憾。第九，于谦，粉骨碎身魂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一位明朝的名臣，面对蒙古大军进犯明朝边境，于谦临危受命，捍卫国家，最终使得大明王朝的历史又延续了100多年。但就是这位民族英雄，为大明王朝续命之臣，也没有摆脱含冤被杀的命运，并且杀他的人还是被他救下的明英宗，真是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农夫与蛇。天下人都知道于谦是被冤枉的，包括明英宗。第10，项羽，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英雄，无论外表还是内在，都远在刘邦之上。项羽起兵3年，即成功率领山东6国诸侯灭秦，分封天下。正有语出，自封西楚霸王，年仅25岁，虽手握一把好牌，但由于自身的性格缺点，最后却打得稀烂，在垓下之战被刘邦击败后便一蹶不振，自刎乌江。